看到，在美国呢，最近哦，政府关门了，我们想起来觉得太荒谬了，怎么会政府直接就这样停摆呢？好，那现在已经持续2天了，可是川普呢没有要示软，他说再威胁，接下来我可能会裁员，而且还说这都是民主党的错。那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在国会的时候，针对预算的部分卡关嘛。不过呢，现在导致说，包含就连美国的军用飞机哦，即将也要退出太平洋航展了，而且像是这个雷鸟战斗机啊、F-35啊等等哦，这些都是受到影响的。那其中呢，我们就看到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呢，他不是呛瞎吗？说如果你不认同我们的做法，那你就离开。就如今呢，真的有一个美军高层哦，他是要走人了。这是现年62岁的这位哦，布希也上将哦，他说个人的因素，所以他要决定从空军退役了。可是7月份的时候，他本来还被提名递补担任空军的副参谋长哦，所以他现在呢也自请退休了。这是在整个事情之后的第一个美军高层要走人了。不过呢，我看到美国媒体有提到说，其实现在呢美军将领当然也有一些的怨言啦，因为像是呢很多多名的现任啊跟前任的官员都纷纷表示，美国军方领导人已经就川普的版本哦提出的防务战略啊，表达高度的关切，主要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显现了五角大厦的政治领导层以及和军事领导层已经出现了分歧了。好，那我们看到原本呢，这个赫克塞斯他的计划是要求要超过5000名的军职还有文职以及承包商实施严格的保密协议哦，还说呢他们要建立一套随机的测谎制度，也就是说这些人都会随时就要被约谈，那会被抽测，甚至还有定期的安全面谈。好，那当然呢，现在当然在川普的政府压力之下，苹果呢也下架了他们的追踪应用程式哦。好，这是不是也不想要让家丑外扬，让大家知道太多呢？不过当然，在科技战的脚步不会停歇啊，中美之间的角力不断。我们看到川普呢，现在就要收紧技术劳工以及外籍学生的签证了。那当然，很多半导体执行长也提出了一些疑虑，比如说他说呢，这非常不安，因为全球晶片霸主的地位啊，现在看起来竞争是很激烈的。但你现在有这些限制跟措施，就反而会让美国把移民政策变成是这个让出来了。那他说可能会导致这些人没有办法，这些人才没有办法到美国。那就连呢这个诺贝尔的颁奖机构啊高层也示警了，说川普啊他现在冲击的是什么？是美国的科研领袖地位哦。这是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秘书长就提到说，其实从2战后开始呢，美国就取代德国成为世界顶尖的科研国家。但是你现在看到在大学，他被川普削减的经费之后呢，就威胁到了自身地位啊。那川普现在已经削减大概数十亿美元的研究经费了，更何况他还大量解雇这些联邦机构旗下的科学家哦。人才就是一个国家的国力哦，结果你现在自己呢自断手脚吗？那当然，现在再对比一下中国呢，现在华为就宣布要正式启动了天宫计划，未来要投入10亿元的人民币的资金，那运用在建立 AI 的生态建构。那目标呢，就是要下一代操作系统应用，他们可以掌握更核心的技术哦。那另外是对于限制的部分呢，习近平现在也出手了，针对欧美的电信业者，他现在推动了一个中国关键基础建设的设施要和西方脱钩，所以就限制了像是欧洲的这些电信设备供应商啊，他们在中国的电信网络使用。那这2家公司呢也被点名，他们要提交公司的合约，才能够让中国国家互联网的办公室进行审查。那很多像是 Apple 啊、Google 也曾经被中国大陆要求审查，这是不是呢？其实也互相在卡住，在握住对方的咽喉。好，我们先请教赖老师这个美国政府关门大吉，现在这个就是什么事情都停摆耶，那就连军事现在是不是也出大事了？美国政府的停摆也不是第一次了，所以美国的老百姓也很有习惯经验了很有经验以后，你看股市照涨然后人民生活继续也不担忧，反正我们也知道现在美国政府也没什么效率而且呢，如果能够更少人为川普来服务，或是为那个赫克塞斯来服务的话，免得他们乱搞，可能出错机会还低一点。对，可能还有利于美国的正常的一个发展所以川普怪民主党，民主党怪川普，其实
民主党提出来的一个主要的法案之一，就是因为健保法案，到年底快要结束了嘛，他们要求说要展延。那川普是最讨厌奥巴马的健保法案啊。其实如果健保法案在台湾说，那个快要破产了，然后现在假设了，在野党说要延，而民进党说不延，你看在台湾会发生什么事？就健保假设我们快破产，然后民众先那个站在街头了，站在街头先抗这个民进党叫让赖清德下台好，但是在美国没有发生那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跟台湾比较关注一般普罗大众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的人民比较关注我们一般的生活底层的人，但是在美国来讲，生活底层人他们就是一群很弱势的人他们的权益并不很被重视，因为有钱人他们就瞧不起底层的人。好，我们看美国还能够耍多久，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联邦的政府公务员已经开始在休假了军人还是要执行勤务，对。但是问题就在军人的薪水也会比较后发会晚几天发，但还是会发。不过联邦政府的公务员那就没有那么好运了所以目前来讲，他们可能70%都已经是停摆了，只维持30%的运作。美国的国务院还能够维持多久，他们自己也没把握。因为如果薪水一直不发的话，那很多人在工作人他迟早也没有医院了。可是这影响到川普了，为什么？因为他月底就要到韩国去了，那他要见很多人，他要跟印度的首相、韩国的总统，还有他最重要的就是要跟中国的国家主席要见面，还要想办法要跟金正恩见面，那还要跟日本的首相见面。那你想，日本首相也新选出来一定要见个面你想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多的外交安排，可是国务院已经有70%人不上班了，只剩30%人，我们都不晓得他们会怎么做，会怎么做可是我觉得在美国的军队里面比较危险的地方在哪里？这次川普，特别是赫克塞斯，我们都知道赫克塞斯在4月份有爆发一个非常严重的泄密案。对，他把这个美国准备要去炸也门的时候的情资传给他的私人群组。所以如果要做这个测谎的话，那他先测谎。他第一个要先测谎。我想他第一个，如果以泄密来讲，他早就应该下台一鞠躬了。可是这个人呢，他的特点就是川普他们的团队的特点就是事情绝对不会反求诸己，就是说你要乖，你要听我的，你要按照我的规定做，但我自己不用听我自己的。这点很特别这点跟台湾的某个党也很像就我有言论自由，你们都没有言论自由。这个党也很特别，这个颜色也很特别好，但颜色本来是保护眼睛的，但是它却伤害我们眼睛这真是很糟糕。不过我再跟各位报告一个最新的消息，不只是全球这个核战略的司令这位上将他提前退伍，还有一位特战司令，美国的一位特战司令，他在10月3号他宣布他也不干了。对，两位上将不干了。特战司令的重要性在哪里？美国现在正在加勒比海要去打这个哥伦比亚或是打委内瑞拉，他们用的就是特战部队，而这个特战部队的司令不干了。各位想想，美国的军心事实上已经不稳了。来，洪宁哥，我觉得这也不是第一次军方跟所谓的这个川普有这样的冲突。大家不要忘记，在川普的第一任的末期，密利就跟他有很大的这个冲突。那甚至就是说，背着他去跟这个中国的这个将领联络，就是说我保证美国不会因为说这个政府延续的这个中间的状况而做出任何所谓的这个侵略性的行为。因为包括 TVBS 也之前有翻译一本书嘛，就是美国国防部长 Esper 的这个自传。其实我相信有看过那本书的朋友应该都很担心，就是说哇，原来这2大国家真的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差一点点就真的进入了所谓的这个准战争状态。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美国的将领们不满川普这种随性式的，然后想到什么做什么的。还有刚才包括赖老师特别讲了，就是当赫克塞斯在用 Signal 在轰炸也门的这个事情上面都泄密了，然后今天你在那边颐指气使的，然后跟大家讲说，你们都要测谎。
他讲说奇怪了谁，而且大家不要忘记赫格塞斯前身还是名嘴，对，就是说就像今天好了，我们在座几位如果真的去领导中华民国政府的国军，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嘛，对不对？那我还会跟他们讲说，我怀疑你们的忠诚度，你们都要随机做测谎，这根本就是莫名其妙。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有志之士很担心。然后呢？但是看起来很多人川普还是照着情绪去走，所以这里面还有他自己战略调整的问题。以 fans 为主的人，他就一直认定就是说，对美国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国内的反毒战争跟反恐战争，然后所以包括还有移民的这些相关性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美军其实一直在做了很多事情，就是我在介入各州的这样的一些事件啊。那我在外管，我开始在裁撤，不管是国务院在裁撤外交的人员。那驻军开始在讨论，就是说，要不就是在帝国你必须要多付一点钱，要不就是我美军可能要相对性的这样的一个撤军，然后把所谓的这个军事的贺主从驻军改成所谓的这个全球即时打击这样的一个 system。但我没想到是，结果全球即时打击的这个 system 的指挥官，他先辞职了，因为他其实理论上才是美国这整个战略调整以后最重要的一个位置。所以我觉得美军里面有很多人。不满川普这种所谓的放弃了盟友，然后转化成所谓对国内甚至来做一些相对应的政治议题上的斗争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不爽的人，他可能他就认为说，那我没有办法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政府里面工作，那我就离开了。但接下来反而比较麻烦的是，各个国家都要警惕。我刚刚还特别查了一下。俄乌战争到现在，俄罗斯已经占领了20%的领土了，大部分的城市，然后包括他最近占领乌克兰的这个速度越来越快。我觉得这就是美国现在的外交政策所造成的这个状况，然后甩锅给欧洲。那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思考，就是你是真的信得过的盟友吗？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很认真的去谈这个部分，或者是你要教育民众，如果他不是一个那么可靠的，那我们必须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跟他做更好的谈判，才不会变成我们未来会落入相对应的窘境。这个才是政府应该要做的事。结果你看，不管是这一节、上一节，我们都看到政府现在在做的是反而是配合去迎合川普，那这个对我们国家来讲是危险的。对，因为这大家觉得说川普常常早上讲跟晚上讲不太一样啊，县长。我们看到啊，其实93阅兵的时候，中国大陆这么多的国家重器拿出来，可是这都不是突然形成的。这个也就是我以前常常不断的在survey 他们的论文啊，那论文里面呢，其实做出了指导，也就是从探索一代到预言一代，甚至我们讲到量产以及到装备啊，那其实论文就指导了一切。我们来看这个是日本的对于世界各国的论文的统计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是由2020年、2010年到2020年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看前3名的话，2020年到2000年到2002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第1名是美国，第2名日本，第3名呢是德国。可是我们看到啊，过了10年之后，第1名是美国，还继续维持；第2名我们看到中国已经开始往上升了，第3名日本被挤下去了。那如果我们看到现在实际的状况，也就是2020到2022，第1名是中国，第2名是美国。连美国都被挤下去了。那第3名呢，也就是我们看到德国的部分，但是第4名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第4名是印度。所以一个国家要发展啊，它一定要先培养人才啊。那其实大家对于赫格塞斯啊有很多的很多不同的看法以及说法啊。那我有一种跟大家不太一样的见解，也就是说其实现在整个世界的局势啊，也就是从俄乌战争一直到这个以色列发射飞弹去打了这个杜哈，以及他如何的攻击这一个加萨走廊啊，其实代表的也就是整个作战形态的改变。那这个作战形态的改变，其实无论是川普或者是赫格塞斯，他都想要扭转。可是
他现在扭转无力啊，也就是他空有想法，但是他没有装备。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他现在要用这一种检查泄密的方式，因为其实我们大家眼睛所看到的是国防战略，我其实根本怀疑赫格塞斯他们准备要做的，也就叫做军事事务革新，也就是把美国以往以这一个大型载台为主的这种作战思维整个颠覆。那整个颠覆，他就怕的是泄密啊，也就是改成这一个以无人机为主。可是这无人机呢，现在美国没有实力，那他们连中国大陆的这个车尾灯都看不见了。当然了，美国在这个刚刚讲军事方面嘛，那接下来如果商业方面呢，现在整个川普我们来关心他的战略布局的话呢，他现在就在这个关税战当中哦，他就接受专访的时候，他说我们的收入一定会有所的成长，那也预期未来会来到超过1兆美元哦。好，那现在川普呢，这个所谓的川普经济学形成大热议哦，尤其就是因为他积极推动了跨产业的交易。那像是药厂巨头呢，辉瑞，他就被要求说你要提高抗癌的药物啊，以及降胆固醇的药物供应啊等等的。那甚至还有一些被建议说，你的总部是不是就要迁往美国呢？那这个好像就是一种新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哦，里头呢甚至是涉及到30项一些有关于国安的产业。那白宫的说法是呢，这个目的就是要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也要降低对于中国的依赖，尤其是在半导体啊、人工智慧啊，或者是一些制药啊、关键矿产等等的。那当然讲到关键的矿产呢，还有呢像是一些农产品哦，尤其是大家记得吗？这个大豆的问题啊，因为中国不买，让美国其实很多农民损失非常严重。好，所以《华尔街日报》呢就说，川普呢现在赶快要挽回民心，他们呢就在考虑说，利用关税的收入来补助农民的资金呢，而且可能最快啦，几个月后就会开始分配了。可是呢，就连美国的财政部长哦，之前也质疑啊，说为什么中国方面不买美国的大豆呢？因为他说，2020年的时候哦，那时候美中呢是在川普的第1任任期当中就达成了协议，那中方是同意要采购超过500亿美元的农产品哦，但是呢，你看拜登上台之后就没有看到中方履行了，所以呢，他们也把这个责任就推给拜登哦。像贝森特呢，就在会谈当中哦，就问到这个问题嘛，就对方回应他说呢，是拜登，就是因为拜登害的。好，但不管如何呢，现在大豆被北京当作是一个筹码之一哦，作为全球最大的大豆买家啊，其实中国在去年有1/5的进口都是来自于美国，那也是呢，当前的这个收获季啊，却连1船的美国大豆也没有购买，所以你可以想见说，这对于美国影响有多大。那另外还有一个呢，也非常关键的这个角力就是稀土的问题了。所以你看，川普现在非常在意稀土，那美国的稀土公司呢，就号称说他们在德州也开发了一座矿产，那要来自己建造一个可以生产的设施哦，随即它的股价就大涨了。好，那另外是呢，在东南亚这边哦，美国呢，他们现在呢也说是不是要来战略布局？那中美呢也是在这边在竞赛当中，你看中国跟马来西亚，他们就在进行一个加工计划的谈判哦。那未来呢，可能就是中国大陆会用加工技术来换取马来西亚他们的矿产因为在这边会新建一座稀土的精炼厂。那过去其实中国呢是非常严格禁止他们的这些加工技术出口的，但是现在却拿来当做一个可以谈判的筹码，当然就是要保护他们产业主导的地位嘛。那同时呢，日经亚洲也提到说，你看中国的一带一路啊，在缅甸的矿产也曾经因为缅甸军政府以及反政府武装的冲突是停产的。那现在呢，缅甸军方也已经增加部署了，就是呢，在这个矿产当中要提供安保支持，保障未来的生产营运。好，赖老师怎么看说呢？川普现在整个关税大战之后包含这个大豆以及稀土的角力当中他的布局对美国真的是有帮助吗？他害了美国已经慢慢的浮现出来了因为物价事实上已经开始在出现这个成长了。一般估计可能在这个月、下个月慢慢的会更明显。其实川普他自己也知道，他的失业率已经情况不理想了。物价如果再高涨的话，其实对于川普来讲，他的掌控力越来越弱了。现在的农业
问题更大了。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大豆农他的大豆卖不出去，跟中美的关税战有没有关系？有直接的关系。所以美国的大豆农协会就直接骂那个理事长就直接骂贝森特，就是我们今天的农民卖不出去的大豆卖不出去，都是你的关系，都是你在搞这个关税战嘛。那中国大陆为什么不可或缺？因为中国大陆的单一的国家、单一市场是消化美国大豆最大的一个买家。而且美国的大豆将近有一半是卖到中国大陆去，而这个买家今年是一粒都不买。一粒都不买，对于美国的大豆农来讲，他就面对一个血本无归的情况了，因为你生产就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了，因为没有人买了嘛。那没有人买怎么办？虽然你说川普说我可以用关税来补贴你，好，那我们来看看这本账要怎么算。去年大陆买了大概是124亿美元，有人说是127亿美元。好，不管如何，至少是124亿以上的美元。那就是美国大豆农他有124亿美元卖到中国大陆去，剩下的他在国内或是其他的国家销售。可是因为大部分都卖走了，所以他剩下的市场还是很好的，也就价格还是很好。可是现在都卖不出去了。虽然你川普你补贴我，假设就是127亿美元好了，可是我的产能过剩呢？我就是卖不出去了。那我都是烂在田里面。那这样的情形下，我们看到了，对于芝加哥的农产品的期货市场来说，很快的应声，它的价格就倒地了。而你想想看，它的价格一直往下降的时候，对农民来讲，是不是他就损失了？本来127亿是可以赚进来的，再加上原本的这么好的价格，现在我的价格降到这么的低，那你即使补贴我127亿美元，我这个损失的价格还是很高啊。那这个谁来补贴我？80%，80%我的整个价格往下跌，那谁来补贴我？农民反而被害惨了，农民破产了。所以眼看着今年一定黄掉了，因为什么？因为川普说：“哎呀，我知道我已经听到你们的呼声了，我也很重视这件事，所以我一定会叫习近平给我买大豆。”这是川普说的。贝森特就是说，今年我们4个礼拜以后在庆州的会谈，我们一定会要求中国大陆买这个大豆。好，那大家问说你拿什么来交易？他说会让你惊喜会让我们惊喜。这好像有人说过这句话，好像谢金河说先让你恐慌的不得了，最后让你惊喜。我在想，原来日本的惊喜是赔了5500亿，韩国的惊喜是赔了3500亿美元，台湾的惊喜不知道赔了什么，半座厂还是什么那我可能不想要这个惊喜。我们不要这个惊喜谢金河，我这个学弟，我们不要这个惊喜那问题就在于贝森特的惊喜到底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嘛好，可是各位想想，今天这问题该怎么解决？今天补贴，明年还要补贴吗？可是如果明年再补贴的话，如果关税越来越少，那美国怎么办？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美国的大豆农，当他失去市场之后，未来怎么找回这个市场？对，这其实美国的经济的效应也是慢慢在浮现就影响到经济层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宏庭哥怎么看说中美在稀土跟大豆上的这个角力？我觉得先来谈，就是说，川普刚发表说，今年的关税因为关税的关系，他多收了3000亿。可大家不要忘记，因为大美丽法案，对，美国未来10年的国库是会减少4.5兆，也就是大概每年少了4500亿的这个关税。所以 overall 来看，今年你还少收结果你少收了，然后川普还说他要大撒币，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我觉得川普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关税的议题上面，他哗众取宠，或者是想要拿到政治利益，或者是说服他的这些支持者，说服 MAGA 这些部分的成分比较多。那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体现到你看美中之间的对抗的时候，你会发现川普第一任打中国是打得非常痛。
其实中国是非常非常痛，但这一打把中国打醒了。中国就说：“哎呀，糟糕！要是未来还是川普的话，那还得了？”所以中国花了很多年的时间盘点完以后，看哪些东西可以挡，哪些东西不能挡，然后再回过头，川普这一次，很多人，包括很多的这个经济学家，都在问川普一件事情，就是你现在的美中对抗，你到底在打什么东西？你是要挡住人家的科技发展，还是你要限制人家的什么东西？就是看起来没有招啊。所以这个其实在美中竞争上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你在3、4年前，你把你的主要对手打醒了，让他花非常多的时间，很认真的在整理有什么东西可以打，有什么东西可以防。结果你过了4年以后，你还是用当初那种随性式的方式，这边打一拳，那边打一仗，那你就会遇到现在这种大豆被卡住、稀土被卡住这样的一个的部分。但我还是要讲，就是说，在美中的这个对抗里面，美国是没有办法输，也没有办法赢啊。那中国大陆是他是不能输，但他也不想赢，因为我是最大的制造国啊，我要赢消费国什么？我赢了他又怎样？那我赢了他以后，谁来买我东西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不对称的这个对抗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我觉得现在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讨论，最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一个打击的人是没有发动战争的人是没有准备的，但是抵抗的人是有准备的时候，再碰上川普的交易性格，就像刚赖老师所提到的。日本、韩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们很担心的是，我们真的如果因为这样子而上台面，那真的叫做死得不冤不白，因为你没有准备好，然后结果我倒大霉，那真的是没有必要。所以我还是回到一点，就是说政府真的应该要好好的把对美沟通这一块该设的底线、该做的一些所谓的 leverage 做的一些谈判的这些策略都要做好，一昧的予取予求，最后一定会被人家交易掉。更多的国际内容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舰长怎么看这个大豆的纷争？刚刚赖老师特别提到啊，到底未来是惊喜还是惊吓啊？那中国大陆它不买大豆，那美国呢，它一定要把大豆卖出去，不然的话，它的这些农民啊，全部通通是血本无归，谁来买？台湾呢、啊？我们不是说我们要买吗？这火惨了，我们现在叫做生生喝鲜奶，以后就变成生生喝豆奶。欢迎您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作恒。好，我们马上来看到哦，是现在呢，在这个关税的谈判，大家都很关注，因为这影响的是我们的所有产业、所有的老百姓的生计。好，我们来看呢，现在最新哦，是郑丽君啊抛出了一个所谓叫做台湾模式哦，他说呢，希望透过台美的政府对政府的合作，来创造有利于产业聚落的环境，还说呢，我们要把这个科学园区的经营模式哦，我们要输出到美国。就有很多人呢看了之后哦，就调侃说又来了，又来了，又是在玩文字游戏了。好，为什么呢？就说这是偷换名词啊，因为这其实不就是矽谷的概念吗？那竹科过去不是就称说是台湾矽谷吗？那既然是这样，我们还要输出到美国，这是要输出什么呢？那甚至呢，现在还有一张梗图哦，我就想到那个赖总统哦，他摇手说不是哦，不是这样子的哦，因为呢，像是关税谈判的进展啊，不是哦，不是扩大投资美国日韩模式哦，是扩大布局美国的台湾模式哦。哎，你看起来好像布局跟投资不太一样，对不对？但是其实就是一样的概念啊。好，不是哦，不是把台湾的科学园区搬过去，我们是在打造美国产业供应链啦。好，当然呢，这样的说法就会引起了很多的质疑嘛。我们就看到呢，现在就说这过去想到新疆的棉花的
案例哦，会不会下个月轮到台湾了呢？因为呢，在捷安特，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非常厉害的自行车品牌哦，那它是制造商巨大公司，日前呢就被美国的海关用涉及强迫劳动以及压低售价取得不当的利润当作是理由，那禁止呢这个自行车以及他们的零组件输入到美国，甚至呢它的货品也都被扣留了。那巨大集团现在怎么办呢？也就是产业会大量受到影响嘛，所以他们就正式的致函给外交部、劳动部和经济部，说希望他们可以恳请协助。这件事情呢，已经上升到是外交经贸的事件了。那捷安特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强迫劳动的状况呢？所以很多工程师就想起来了，说啊，新疆的血棉花事件啊，现在轮到台湾了。说你看，你这个强迫劳动这样的词，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呢？几年前的时候，美国也用同样的罪名就冠在新疆的头上，说这叫做血棉花，那操作了一波全球性的攻击哦。很多的服装企业啊，开始纷纷的声明不使用新疆的原料或是产品。那当时呢，台湾很多的媒体有跟着美国操作，所以呢也落井下石了好一阵子哦。如今呢，这个转移到我们自己身上了。他说这看得出来什么？就是川普极度厌恶赖莱尔，所以捷安特就成了记起的对象之一了。好，那很多的网友呢就发着这样的梗图啊，说你看啊，这个在美国爸爸面前呢，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哦，这几乎是俯首称帝了。那就说我会送你台积电，拜托你关税多让步吧。那结果川普呢根本不买单，他说20+N，然后呢后来呢还说那不然我们就建立投资美国国家队啊，给美国40万个工作机会啊。结果呢换得是什么呢？这个川普说不准过境纽约，然后我们就说好吧，那我再上宽，我加码采购100亿的美元农产品哦，然后结果呢，看起来说这到底是真的好吗？就转头呢，习近平跟川普两个人是在握手，说中美关系非常的重要，会持续来对话沟通哦。好，当然呢，讲到呢这个中美之间的角力哦，我们来看到现在是不是台日要联合抗中了呢？最新这个读卖呢就提到说，瑞穗号和云林舰哦，在6月中旬的时候呢，他们先在这个仙岛群岛的南方哦海域来模拟海难救援。那当时呢，两舰甚至还靠近哦，非常的近，已经到了直接能够目视辨认的距离了，就是希望说透过情报的共享啊，以及搜救的区域调整哦，来提升万一在实战当中合作起来会更有效率哦。那高市早苗呢，这当然是现在话题性的人物啦，他就说呢，台海和平稳定对日本来讲也非常重要哦。可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他也是喊话说，希望可以跟中国坦率的对话哦。倒是呢，这个我们看到网络上啊，现在讨论度很高的这个补教名师呢，他就谈到说，解放军攻台这样的议题哦，他说不可能呢，解放军有这么强，为什么呢？因为这会比当年的诺曼底还要惨，因为诺曼底比较长嘛，那么台湾呢比较没有那么大嘛，所以呢根本就没有办法登陆。然后另外呢还有说，就算想要空投啊，可是呢降落伞飘到一半呢，就会被我们的打下来，然后这个解放军就会变成马蜂窝了。很多人热议说，他的言论是师承俞北辰吗？我们先带你来听。第一个，他的军队开船过来，那是有所谓的登陆艇，对吧？登陆以后，然后军人上岸嘛。如果真的是发生这种事情的话，那会比当年诺曼底登陆更惨。台湾海峡最近的地方也有大概160公里，当年的诺曼底登陆那时候也就几十公里而已。他们在对岸上船，我们这边已经在监视了，所以他船根本没办法登陆，世界范围以外，飞弹就已经过去打那个船了。好，我们要把这脸遮起来，真的以为是俞北辰在讲话，对不对？好，那这个当然是一个补教名师讲的。但我们看到，其实共军呢最近呢也在这个强化对台的斩首行动训练哦，因为尤其是在这个内蒙古的朱日和战术训练基地当中呢，就发现到说，它扩建了一个模拟台北核心建物哦，除了有总统府之外呢，就连模拟司法院也已经完工了，甚至里头呢还有一个全长是280公尺哦，连接总统府的地道哦。那看起来呢，解放军模拟的就是要斩首我们的元首，也就是赖清德嘛。那顾立雄呢，也今天就反呛了，他说早就已经有掌握了。好，我们先请教赖老师哦，怎么看说这个台美的关税谈判啊？哇，我们的半导体是就要这样送出去了吗？我们要被吃干抹净了吗？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状况，因为现在民进党的
的态度跟策略就是不让台湾的民众知道真相。所以到目前为止，完全不告诉我们的企业、厂商、台湾的民众，甚至我们的立法委员，都被蒙在鼓子里面，没有人知道，一点都不透明，整个黑箱作业。去了几次不说，谈了什么不说，跟谁谈不说，在哪里谈不说，那到底怎么样还是不说。那这个情况就越来越糟了，因为目前来讲，罗特尼特已经放话了，讲得很明白，他要什么。那我们也看到了，以美国现在的官员来说，他要的他就一定要要到。你看他对日本，他要5500亿，他就要到了。现在对韩国，他要3500亿。李在明都说我们真的拿不出来，但是你可以看到美国的态度，也就是要给我3500亿。现在谈崩在那个地方，那谈崩在那个地方，马上这个月底的时候，川普就要到韩国去了。那到底会给李在明施加到什么样的压力，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美韩之间已经是剑拔弩张了，已经是越来越紧张了。好，那对台湾呢？台湾罗特尼特就说我就是要一半的。刚开始的时候，你看，其实他们是一以贯之的。严格上来讲，这是一个大的策略。从拜登要台积电，但是拜登的时候那是连哄带骗，连哄带骗就是说，哎，我给你一点钱，然后你要赶快给我连夜加工。所以我们台积电就是早也做，晚也做，拼了命要在拜登卸任前把第一座的晶圆厂盖起来。果然盖起来了。然后说要拨给你钱，现在钱不打算给了。好，一座不行，两座不行，现在已经要多少？650亿美元了，650亿不够，现在要1000多亿美元。好，那也就是等于是7座晶圆厂再加上一个研究院。现在美国把底牌翻出来了，说我不只是要这些，我要的是你的一半的生产量。我美国现在的生产量只有占全世界2%，我的目标是40%，40%。然后你台湾，你先进半导体，你的贡献度你占全球83%，更尖端的，也就是我美国的所有的手机啦、汽车的半导体，你台湾贡献了95%。对不起，我要一半。也就其实他要一半是台湾所有半导体的一半，那等于是要满足美国所有的手机它所有需要的晶片都要在美国能生产。那我们现在觉得最糟糕的状况是这样子，最糟糕的我只是设想，这个设想状况就是赖清德、郑丽君他什么都不告诉你，他什么也不说，所以你的关税维持20%，你比韩国、日本、欧洲都高。所以我们的传统产业或者我们的机械制造业各方面受到影响，因为卖到美国去的话，比韩国、日本更条件更恶化嘛，所以我们的竞争更惨。但是他就不说，因此这个关税就一直在走，都是20%。但是呢，他偷偷的、安安静静的，我们的这些厂开始在移动了。所以飞机先给你飞了，凤凰城到台湾的飞机直飞给你飞了。所以这些工程师跟他的家属可以来来回回了那可以来来回回两边的开始跑了。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把龙头的晶圆厂把它迁过去，那龙头的迁过去形成一个市集了以后那你所有的为他服务的晶圆厂都慢慢的都过去了。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安安静静的搬光了我们的新竹科学园区。安安静静的搬光了我们的内湖科学园区，现在也据说听说了，这也还要证实，英伟达到台湾的投资好像也要暂停了。那这代表说，如果半导体厂能够在美国生产，那为什么他还要到台湾来设他的这个研发设计要放在台湾，在美国就可以了嘛？如果一旦搬空，一旦清光了，那台湾还剩下什么？台湾没有半导体，台湾的房地产就跌了，金融的银行也跌了，传产也跌了，城市也开始消退了，高雄也不再繁荣了，然后高雄也衰退了，台南也是，台中也是，新竹也是，台北也是，我们台湾还剩下什么？台湾剩下就是一堆穷人。到最后我告诉你，作恒，我跟你说，台湾的年轻朋友，到最后
你大学毕业，你的薪水30万块，你一样要缴税，因为我们原本这些都免税，那是因为我们的半导体的企业支付了政府的大半的税。当这些人都走光了以后，没有人再缴税了。这个时候，你年轻人，你即使3万多，你也给我乖乖的缴税，不然我们的立法委员的那个薪水，还有总统的那个薪水哪里来啊？他坐黑头车他还要派头他还要专机那个钱哪里来？当然，现在说台美号称最友好的时刻，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捷安特巨大公司，这其实算是蛮有指标性的一个公司哦。那现在遇到了这样的状况，来，宏庭哥怎么看？我觉得在这整个供应链跟这样的一个态势下面台湾必须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过去在讲所谓模式，比如说最早大家讲新加坡的苏州模式，就是新加坡政府在苏州跟中国大陆谈好，然后做了一个产业园区。那日本跟韩国在越南，其实如果观众朋友去旅游，就会发现，那边为什么日本跟越南的这些所谓的这个便利商店这么多？因为他们过去也是用产业园区的方式去做一个发展。那这个模式的概念是这样，就是说政府帮你把你整个产业园区最辛苦的 infrastructure， 就基础建设，帮你做好，帮你把水、帮你把电、帮你把这些东西都处理好，然后让你能够放心的过去。那熟悉股票的朋友，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最近台湾有一个很大的医疗产业公司，去买了美国，去并购了美国的一个公司，就是为了要干嘛？省关税。那我们现在如果说，我们现在要去帮忙做一个台湾模式，然后把我们的产业直接外移出去，那很多产业会说，其实我为了省关税，我可能并购1、2家公司，然后我甚至不用派人在那边，也甚至不用在那边制造，我做个 detour， 搞不好就可以完成我现在要做的事啦。那美国要把我们搬走，我们都知道，现在是我们的政府配合美国一起把我们搬走啊，甚至还帮我说，我们做了一个模式，一起把大家送过去。那留下些什么？因为我们要清楚到，如果真的搬过去，那税是给谁缴？税是交给美国台湾如果真的把最赚钱的那一块拉出去，我觉得政府现在就应该要跟民众讲说，预计每年税收减少多少。这个一定算得出来啦。这个光产量几片这些，你要给我一点点时间，对不对？我自己在那边算。其实这个立委可以锁资啦，也可以一定都是算得出来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说我们的谈判到底在谈什么？我们到底是要好好的去谈说台美关系最好的时候，我们仍然在你地缘政治中心一个很重要的一环。那 compare 这些东西一起，你对我的产业应该要怎么样？然后呢？现在我看到的事情是，你一方面针对晶片的这些制造，你对对方予取予求就算了，甚至还我们主动抽换文字讲说其实是我们要组一个 team， 台湾队要去美国打仗啊。那但是实务上看起来税也没了，就业机会也变少了，人也不见了。然后另外，当像巨大这样子这种出口产业型的这部分，在美国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也没看到你经济部跟所谓的政府在这个地方你帮他去做任何的解释。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一点，从8月1号关税开始，我们现在跟主要的所谓的竞争国家，我们的关税差距还在我们仍然是有大概5%到8%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这个税率的这样的一个差距，这些都是产业现在正在面对的事情。那我们的政府现在关税谈判到底谈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我觉得坦白讲，这件事情不亚于任何的灾难性的事件，所以你应该每个礼拜，或者是至少1个月或2个礼拜，你至少要有一个进度拉出来，让大家有所准备。否则我跟你讲，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产业觉得说什么靠政府是有用的，自救还比较快，该做的就做，然后该做避险的避险，该做汇兑汇兑这些所谓避险的，我们就做汇兑避险。那真的不行，也有很多制造业的厂商、工具机的厂商，他认为就是说，我今年可能做完，我干脆就收掉，因为太辛苦了，而且再加上汇率跳得太快了。那我们的国家要让我们赖以为生的产业，过去所谓戴尔防治冲突理论、供应链安全论这些的产业，一个一个走掉嘛？那我们到底还剩下些什么？对，有所准备很重要。那舰长怎么看说？现在当然共军强化这个斩首行动的训练嘛，就顾立雄说，我们有准备，没在怕。的确是有所准备啊。为什么有所准备？因为这是很久以前的新闻啊。然后现在呢，其实在
美国高举这个印太战略，然后我们从蔡政府一直到赖政府，现在那个挥舞这个抗中保台之后，其实军事就变成了显学啊，连补教老师都要来讲军事啊。那我们来看，我刚刚特别帮你避开，就是不要让你跟他这样谈论，有损你的专业了。没有，我们现在来讲专业啊。那个其实啊，这是产经新闻在10月1号他所公布的这一个，也就是朱日和的合同演练的一个战术基地啊。可是这个部分呢，我们最早呢还不是这个时间，可是呢看到最清楚的图，其实是2015年在外交家 Department 这里，他就已经出了这么一张图，而且它的解析度呢比产经新闻还要好，所以产经新闻其实要检讨一下 Maxer 到底卖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解析度啊？那而且呢，这个问题啊，也不是说一定要买这么高解析度的这个卫星照片。我们来看啊，2017年，也就是解放军建军90周年，在朱日和进行阅兵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得到了。我们来看啊，这就是习近平他坐的这校阅车辆过去的时候，这一个是什么？这一个就是模拟的总统府。那我们同样的看到他主战车这个阅兵分列通过的时候，这里也是总统府。不过呢，看到总统府不稀奇啊。那现在不是说可以看到司法院啊什么？我跟大家讲啊，小县长这里还是有私货的。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看到外交部。其实这是很久以前的他们的那个全国联播的内容啊，也就是央视的内容。看到这是不是就是外交部？我下面有一个比对啊，这就是外交部的外形跟这个像不像？那其实这个朱日和合同演练基地不是专门作为斩首之用啊，它是所有的部队都会到这里来进行抽测，来进行训练。那训练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斩首战的部分。我们刚刚有特别指出啊，你看他的这一个士兵的钢盔中间这上面啊凸起一块，这是什么东西？这是烟雾弹啊！这什么烟雾弹？就是你被他们的雷射枪打到之后，它其实上面就开始冒烟，意思也就是你要不就是阵亡，要不就是战损，你不能够再待在战场上。这个就是一个数字化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对抗啊，而不是说一个裁判官我说啊你赢了或者你赢了，不是。这个也就是我们讲到自由统裁的部分。我们刚刚只讲外交部啊，那其实呢，我们其实在这边还有看到更多的单位，例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士兵这个位置，这是不是就是国家图书馆啊？所以其实啊，我们在这个朱日和合同演练基地看到非常多，其实它还有巴黎铁塔，你是不是说它要打到巴黎去了？当然不是嘛，那也就是一种练习。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说啊，它这次的阅兵呢，它有非常多的一个项目，有一个项目其实也就是它的2款攻击直升机带着它的人员运输直升机。我们这边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图，这个图是什么意思？也就是现在解放军在做的才不是只有跳伞而已啊，所以我们就说啊，补教老师你不要那个张嘴就说啊，其实他们叫做多层双超。那在这多层双超里面呢，其实他们用最多的是攻击直升机带着人员运输机，当然还有无人机啊。所以当然这个军事战备非常重要。